我们要去移植鸿蒙，让它能够运行最小的系统，要做哪些事情呢？要做的事情不多，主要是窗口、MMU、终端子系统，然后存储设备的驱动程序，就是根文件系统。怎么理解这5大内容呢？我们来看看。所谓鸿蒙，它也是一个嵌入式系统，它也是一个电脑系统。我们可以跟 Windows 来类比。你看，对于电脑，我们一上电的时候也有 BIOS，BIOS 目的是想去运行 Windows， 在 Windows 它最终是想去运行应用程序啊。应用程序在哪里？在 C 盘 D 盘上。所以说，这个 Windows 它首先得有去识别出磁盘的能力。它识别出 C 盘之后，在 C 盘上找出应用程序来运行。对于鸿蒙也是类似的。一上电，我们这板子运行一个 bootloader， 通常是 U-boot。这个 U-boot 这 bootloader 它的目的是想去启动鸿蒙内核。这内核它的目的是想去运行应用程序。应用程序在哪里？应用程序保存在 Flash 上。所以说，这个内核它应该有能力去识别出 Flash， 并且识别出 Flash 上的文件，然后它才可以去 Flash 上找到这些应用程序来运行。我们想去移植出最小的系统，那么这个内核上面它要做什么事情呢？你看，它得有一些驱动能力，它得能够识别出 Flash， 它可以去运行应用程序。这些应用程序以一定的格式保存在 Flash 上，就称为文件系统。那为什么称之为根文件系统呢？就像 Windows 的 C 盘一样，它是系统盘，没它不行。这根文件系统也是最重要的文件系统，没它不行。还可以有其他文件系统。好，从这里我们至少已经解决了2个问题。首先，你得有一定的驱动能力，你能够识别出存储设备。在存储设备上，你得放根文件系统。根文件系统里面有一些必须的应用程序，一些必须的库。那么对于其他内容呢？窗口、MMU、终端子系统，我们下面再来介绍。好，对于窗口就简单了。我们想去调试呀，那窗口是最容易使用的调试设备，但是窗口它有2个功能。我们要去移植窗口一个单纯的打印。比如说这个内核，它可以有某个函数，某个 print 函数，它只是单向的输出信息而已。就比如说我们的应用程序启动之后，它可以去 open 打开某个设备，什么 device 什么什么窗口，它可以从这个文件里面去 scanf 得到数据，可以去 printf。所以从这里你可以看到，对于单纯的打印很简单。我们只要实现窗口的字符输出就可以了。那对于应用程序呢，我们还得去实现窗口的驱动，我们还得去理解这个内核的驱动程序框架。对于这2部分工作，我们优先做第一步，让它能够打印就行了。至于这个窗口驱动，用到的时候再去移植。好，再回过头来，我们窗口也搞定了，我们知道窗口要做什么事情了。再来看看对 MMU 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如果你以前没有做过 Linux， 只做单面机的话，一定没有接触过这个 MMU。我们来简单讲讲 MMU 的作用。这是 CPU， 在单面机里面，这个 CPU 它可以直接去访问到内存。可以直接去访问到各种外设的寄存器，就比如说窗口的寄存器。CPU 发出的地址直接到达这些硬件。对于单面机程序来说，这当然没有问题，但是一旦上了操作系统，一旦同时运行了很多程序，就会有问题。我们假设这个系统里面有2个任务。2个程序，一个是 task 1，另外一个是 task 2。CPU 在这里，这个 CPU 刚才我们说了，它可以去访问到任何的硬件。当它运行这 task 1时 ，task 1里面有个函数，它让 CPU 去破坏这块内存。你看 ，CPU 运行 task 1程序时，它故意的去破坏 task 2的这块内存。这是完全没问题了，没有人能够阻止 task 1做这些事情。这 task 1可能是写的烂，可能是故意的，
它就把这 task2 给干掉了。对于一个通用的内核，对于一个通用的操作系统，上面运行着成千上百的应用程序，这些应用程序可能有不同的人写，有些人写的差，有些人是心怀恶意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没有人能够阻止这一切，它中间没有一个 MMU， 这些程序可以访问任意的硬件资源，它也就是可以去访问破坏别的应用程序。对于通用的系统来说，这是不可忍受的、不可接受的，所以我们要引入 MMU。对于单片机来说，那些程序只有若干几个都是你写的，你当然不需要去引入 MMU。但是对于通用的操作系统，我们需要引入 MMU。CPU 在这里 ，CPU 发出的地址要经过 MMU，MMU 就是内存管理单元 ，MMU 来判断一下你发出的这个地址能不能够去访问到这一块区域。就比如说，仍然是我们这个例子 ，task1、task2，task1 里面它有某些函数，这些函数由 CPU 来执行，它想去访问某个地址，好 ，CPU 发出这个地址，这个地址经过 MMU， 由 MMU 来判断一下 ，MMU 说，哎，你发出这个地址想去访问这一块空间，这块空间根本不是给你的呀，我不允许你访问，所以你这个 task1， 你再怎么心怀恶意，也没有办法去破坏到 task2。你要么是写的差，要么是写的坏，但是你都没有办法来破坏 task2。这就是 MMU 的第一个功能，权限管理。很幸运，我们去移植这个内核时，我们不需要去管这个权限管理。这里只是给大家介绍一下 MMU 的作用。MMU 除了权限管理之外，它还有第二个功能，就是地址映射。地址映射是什么意思呢？来看看，对于没有 MMU 的这种单片机系统，它运行多任务时是怎么做的呢？来看看，我不知道大家对 UCOS 等等这种操作系统有没有印象？这内存，这是 task1、task2。对于没有 MMU 的这种操作系统内核，你看这 task1， 它的链接地址假设是 A，task2 链接地址假设是 B， 这事先就得确定它们的链接地址。以后 CPU 运行 task1 去地址 A 这里开始执行那些代码 ，CPU 运行 task2 时 ，CPU 去地址 B 这里取代码的运行。这两个任务即使它们的代码是完全一样的，但是它们的地址也不一样。如果这任务非常非常多的时候，有 task 900、task 1000，你看，你就得为这些任务，每个任务都得去确定它们的链接地址，这太麻烦了。那对于现代的操作系统来说，这是不可忍受的。我要事先为成千上万个应用程序都分配它们的链接地址，谁能做到呀？没人能做得到。那么，在有 MMU 的系统里面，它就不需要那么麻烦了。这是 CPU。假设我们现在正在运行两个任务，它们在内存里，这是 task1， 这是 task2。在内存里面有两个任务，有两个程序，显然它们所保存的位置肯定不一样。假设这是 P address 1，这是 P address 2。之前我们说，对于没有 MMU 的这种单片机系统，每个任务它的链接地址都不一样，都要事先确定。这种情况我们无法忍受。那么有了 MMU 之后，这些每个任务它们的链接地址我们都可以事先指定下来。就比如说这个任务它的链接地址是 v-address， 这个任务也是使用同一个链接地址 v-address。为什么可以这样呢？为什么可以使用同一个链接地址呢？这就是 MMU 的作用了。中间就是我们的 MMU 在这里。这 CPU 它想去运行 task1， 想去运行任务1的时候，它肯定得去这块内存来取到指令呀。它怎么去 ？CPU 发出 v-address，MMU 说：“哎，你现在正在运行 task1，
于是他把这个 v address 转换成 p address 1，去这块区域拿到指令来运行。好 ，CPU 想去运行 task 2的时候，它仍然是发出 v address。MU 说，哦，你现在正在运行 task 2，你发出这个地址，我帮你转换成这块区域。于是 CPU 就去这块区域上得到 task 2的指令来运行。你看 ，MMU 就实现了地址映射的功能。它把同一个虚拟地址，这 v 表示虚拟地址，转换成不同的物理地址，这 p 表示物理地址。有了 MMU 之后，对于我们开发应用程序人来说就简单了。我应用程序看到的地址都是一样的，都是什么 v address， 大家认为自己看到的地址、看到的资源都是完全一样的。好，这就是 MMU 的第二个作用，地址映射。实际上，我们去移植鸿蒙时，确实需要指定虚拟地址和物理地址之间的映射关系，但是我们只需要为内核本身来建立这个映射关系，我们不需要去管应用程序。应用程序的地址映射由内核来帮我们做，我们只需要为内核来指定那些内存、那些外设它们的虚拟地址和物理地址是多少就可以了。以后我们再来细讲。好，现在我们知道了，要去移植这个鸿蒙系统。对于 MMU， 我们需要去做地址映射。对于移植最小系统，我们要做的5件事情都说了4件了，最后剩下中断子系统。我们先来看看中断子系统为什么需要它。我们运行操作系统是想去同时运行多个任务，大家不会认为这多个任务都会同时运行的吧？对于单 CPU 核的系统来说，在一个时间里面只能够有一个应用程序在跑。为什么我们感觉到我们认为是多个程序在同时运行呢？是因为这个切换的时间会非常的快，它一会运行 task 1，一会运行 task 2，一会运行 task 3，它切换的时间非常快，我们人类是非常迟钝的，感觉不到这个切换的过程。于是我们人类认为这些任务都在同时运行，实际上不是。你看，就比如说这系统每10毫秒发生一次中断，这中断服务程序会判断一下，哎，这 task 1的时间没用完呀。于是让它继续跑，又过了10毫秒，又再次发生这个定时器中断。他发现说，哎，这 task 1的时间用完了，于是把它切换出去，取出下一个任务来运行。下个任务就是 task 2，task 2就有机会来运行了。到下一个10毫秒，他发现这 task 2的时间用完了，于是他再取出下一个优先级更高的程序，也就是 task 3来运行。在这么一小段时间里，1、2、3这3个任务都有机会来运行。我们人类就以为他们好像在同时运行一样。那么谁来判断这些应用程序他们的时间有没有用完呀？谁来判断不重要，至少得有一个时间基准。这个时间基准就是系统时钟中断，一般来说是10毫秒，每隔10毫秒会产生一次。除了这个系统时钟中断之外，就比如说我们之前说的窗口，它要接收数据时，我们也是使用中断的，所以我们得了解一下这个中断子系统，至少得把这个系统时钟中断给弄出来。好了，我们移植最小系统时要做的5件事情都讲完了，这只是一个概述。我们再来回顾一下，我们移植窗口是为了调试 MMU， 我们要做地址映射，只要为内核做地址映射就可以了。中断系统最重要的是系统时钟中断，也称为 tick 中断，它是为多任务提供一个时钟源。还有，我们得去移植存储设备的驱动。在存储设备上得放根文件系统。如果你想做更多的话，等我们移植完最小系统之后，会去移植更多的驱动程序，做更多的应用程序。好，这节视频就讲到这里。